你其实已经很努力了，只是你不太相信这样的努力已经足够，所以你再加一点，再撑一下，再多做一些，再让自己更紧一点。你以为这样事情会更快推动，结果会更快出现，但奇怪的是，你越用力，反而越卡。你开始感觉到一种停滞，不是没有在前进，而是那种前进变得很吃力。你做很多，却没有轻松的流动感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还不够努力？是不是还需要再逼自己一点？于是你更用力，更严格的要求自己，更紧密的安排时间，甚至连休息都带着一点焦虑。那种状态让你整个人一直在收紧，你很少真正放松。不是没有休息，而是你的内在没有停下来。你在放空的时候，还在想事情；你在休息的时候，还在评估自己。你没有真的离开那种需要持续用力的状态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有点累了，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消耗。你发现，再怎么用力，事情也没有明显改变。你停了一下，不是放弃，而是暂时没有再往前推。就在这个停顿里，你开始感觉到一件事，也许问题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太用力了。这个想法一开始让你不太习惯，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靠努力在前进。但你开始观察自己在什么时候最紧，在什么时候最不顺，在什么时候事情反而开始卡住。你发现，当你越想控制结果，你的身体就越紧绷；当你越想让事情变好，你的内在就越焦躁。而这样的状态其实在阻碍你。于是你试着做一件不同的事，不是在加力，而是稍微放松。你没有完全放掉，只是让自己不要那么紧。当你做一件事时，不再一直检查是否完美；当你休息时，不再同时思考下一步；当事情没有照预期发展，你没有立刻补强。这些调整很小，但它让你的内在开始松开。当你松开，你的感觉变得不一样。你开始比较能专注，比较能感觉当下，也比较能看见新的可能。事情没有立刻变简单，但它开始流动。你不再被卡住，也不再一直对抗。你开始在一种比较自然的节奏里前进。这样的经验慢慢让你明白一件事：你一直以为只有用力才会有结果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放松了，事情才有空间发生。当你不再一直抓住，你反而更能接住；当你不再一直逼自己，你反而更稳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以为需要更多努力，其实只是因为你还没有体会过，当你愿意放松，一切是如何开始自然的往前流动。有一段时间，你几乎没有停过，不是因为外在要求你，而是你内在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推着你，再多做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再让自己更靠近目标。你很习惯这样的节奏，把时间排满，把标准拉高，把自己维持在一个随时都在前进的状态。你相信，只要持续用力，事情就会发生。但慢慢的，你开始感觉到一种卡住。你还在做，甚至做得更多，但那种自然的流动感不见了。事情变得很费力，你开始需要更用力，才能维持原本的进度。你会怀疑，
是不是还不够努力？是不是哪里可以再加强？于是你再加，再多一点时间，再多一点投入，再多一点控制。但越是这样，那种紧绷就越明显。你开始疲惫，不是因为你不想前进，而是那种一直撑着的状态，让你没有空间呼吸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慢了下来，不是刻意放弃，而是身体与心同时给了你一个讯号，你不能再一直这样。你停了一下，一开始那个停让你不安，因为你习惯用行动来确保自己在前进。当你不动，你会怀疑是不是在退步，但这一次你没有立刻补回去，你只是让自己多停一会。慢慢的，你开始感觉到一些变化，那种一直紧抓的力道开始松开，你不再那么急着证明，也不再一直检查自己，你开始只是做，不是为了赶上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正在这里。这样的状态一开始很陌生，但也很轻。你发现，当你没有过度用力，你的注意力反而更集中，你的感觉变得清晰，你的节奏开始自然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一些东西开始流动，你不再卡在某个点，不再一直重复同样的循环。你开始看见新的方法、新的连结，甚至新的方向。这些变化不是你逼出来的，它们是在你放松之后自然浮现的。你慢慢明白，过度努力其实是一种控制。你想确保一切会照你想的发生，所以你不断加力。但当你愿意放下那个控制，当你不再用力抓住结果，你就让空间出现，而流动正是在那个空间里开始的。它不需要被推，它需要被允许。于是你终于理解，你不是因为放下努力而停下来，而是因为你放下过度努力，你才开始真正前进。而那种前进不再耗尽你，而是带着一种自然的节奏，慢慢展开。你一直在赶，不是因为有人催你，而是你内在有一种急着变好，急着到达，急着让一切开始有结果。你不太允许自己慢下来，因为一慢，你就会觉得落后。于是你让自己一直动，持续做，持续想，持续推，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正在前进的状态里。但某些时候，你会突然感觉到一种空。你明明走了很久，却说不上自己到底走到哪里。你完成了很多事，却没有真的感觉到靠近。那种落差让你更急。你会想再快一点，再多做一点，再逼自己往前一点。但越是这样，你越容易偏离。你开始忽略感觉，忽略节奏，甚至忽略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。你只是往前，但那个前不一定是你要去的地方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慢了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有点累了。那种一直赶的状态，让你没有空间呼吸。你停了一下。一开始，你其实有点不安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如果不继续往前推，会不会就停在这里。但你没有立刻动，你只是让自己在这里。慢慢的，一些东西开始浮现。你开始感觉到哪些是你真的想要的，哪些只是你习惯追的。你开始看见哪些方向让你更靠近自己，哪些只是让你看起来在前进。这些看见是在你慢下来之后才出现的。如果你一直赶，
你不会注意到。当你开始这样走，你的节奏变了。你不再只是往前冲，而是会在过程中调整。你会停，会看，会感觉，然后再走。这样的走看起来比较慢，但它比较准。你不会一直偏离，也不需要不断修正。你走的每一步都更贴近你自己。而当方向对齐，距离就会缩短。你不需要一直赶，也不需要一直逼自己。你只需要在对的位置持续往前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以前急着前进，其实是在消耗。你看起来走很快，却常常绕远。而当你不再急着往前，你开始走在一条比较一致的路上。那条路不一定最快，但会带你走得更远。有一段时间，你走得很快，快到很多事情你来不及真正消化。一个决定接着一个决定，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，你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持续前进的状态里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更快找到答案，更快确定方向，更快走到你想要的位置。但慢慢的，你开始感觉到一种模糊。你做了很多选择，却说不上为什么选择。你走了很多步，却没有真的确定自己在往哪里。那种模糊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走得太快，答案跟不上。你一直在做，却没有让自己有时间理解。你没有停下来感觉，没有停下来整理，也没有停下来听内在的声音。于是你开始依赖外在，看别人怎么做，看什么比较有效，看哪一条路比较快。这些参考让你可以继续走，但同时也让你离自己越来越远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慢了下来，不是因为事情结束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感觉到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越来越不确定。你停了一下，一开始那个停让你有点不安，因为你习惯用行动来维持掌控。当你不动，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落后了。但这一次，你没有立刻补回去，你让那个空白存在。慢慢的，你开始看见一些东西，那些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感觉开始浮现。你开始理解为什么某些选择让你疲惫，为什么某些方向让你不太对劲。你也开始感觉到什么才是你真正想靠近的。这些答案不是你用力想出来的，它们是在你慢下来之后自然出现的。当你不再一直往前推，你才有空间去听那些原本被忽略的声音，去看那些还没有整理的感受。这样的过程让你变得比较清楚。你不再只是做选择，你开始理解选择，而这份理解会让你走得更稳。你不再需要一直修正，也不再需要反复怀疑，因为你不是盲目前进，而是带着觉察在走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答案从来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跟不上你过快的步伐。当你愿意慢下来，不是让自己落后，而是让内在的理解有机会追上你。而当理解出现，你的每一步才真正有方向。你走的其实很快，快到很多转变还没被你真正感觉，就已经被你带着往前。你学会了很多，经历了很多，也做出了很多调整。但在这一切之中，有一个部分一直被你落在后面。你的内在不是没有跟上，而是没有被等待。你习惯在理解之后立刻行动，
在察觉之后立刻改变，在决定之后立刻前进。你不太停留，因为停留对你来说像是一种停滞。你会觉得，既然知道了，就应该往前。但有些东西不是理解了就会整合，有些感受不是看见了就会消化，它们需要时间，需要你待在那里，让它慢慢沉淀。当你没有停，你就只是把这些东西带着走，它们没有被吸收，也没有真正成为你的一部分。于是你开始感觉到一种落差，你知道很多，却不一定感觉得到；你理解很多，却没有完全活出来。那种不一致让你有点困惑，你会想，是不是还少了什么？直到某个时刻，你慢了下来，不是因为你不想前进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感觉到，如果再这样走，你会越来越空。你停了一下，这一次你没有急着跨到下一步，你让自己留在这里，留在这个刚刚理解过、刚刚经历过、还没有完全消化的状态里。一开始，这样的停留有点不习惯，因为你会想赶快整理好，赶快让一切变得清楚。但你没有立刻动，你只是感觉。慢慢的，一些东西开始发生，那些你之前只是知道的部分，开始变成你真的感觉到的。那些你只是理解的道理，开始在你里面有了重量。你不再只是用头脑在前进，而是整个人一起移动。这样的移动比较慢，但也比较真实。你不再急着跨越每一个阶段，而是让每一个阶段都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当你这样走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稳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强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分离。你的内在开始跟上你的脚步，你的感受开始跟上你的理解，你的存在开始与你的方向一致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真正让你前进的不是速度，而是整合。而整合需要时间。当你愿意慢下来，你不是在拖延，而是在让自己成为那个真正可以承接改变的人。而当你内在跟上了，你的每一步才不会再只是移动，而是踏实的走在自己的路上。你很想快一点到那个你想要的位置，到那个比较稳定、比较清楚的状态，到一个你可以终于放松的地方。这样的想法很自然。当你看见距离，你就会想缩短它。于是你开始加快，你让自己更有效率、更果断、更少犹豫。你希望每一步都更直接、更靠近结果。但在这样的节奏里，有些东西开始被你忽略。你没有注意到，某些选择让你微微紧绷，某些方向让你有一点不对劲，某些决定其实不是出自你真正的意愿。你还是往前，因为你想抵达。你以为只要先到，一切都可以之后再调整。但慢慢的，你开始感觉到偏离，不是明显的错误，而是一种细微的不一致。你走在一条路上，却没有真正靠近自己。那种感觉一开始很小，但随着你越走越快，它变得越来越明显。你开始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你要去的地方，但你已经走了一段，你不太想停。于是你继续加速，希望快一点到达，也许到了之后，一切就会对。但内在却越来越不安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慢了下来。不是因为你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那种不一致
让你无法再忽略。你停了一下，这一次你没有立刻决定下一步，你只是回来感觉你现在在哪里，感觉这条路带给你的状态，感觉你自己是否真的在这里。一开始这样的停让你有点不习惯，因为你习惯往前，习惯用速度来确保自己在移动。但当你没有再急着抵达，一些东西开始浮现，你开始看见哪些方向是你因为焦虑而选的，哪些选择是为了快，而不是为了贴近。这些看见是在你慢下来之后才出现的。当你开始这样走，你的步伐变了，你不再只是往前冲，而是会在每一步里确认这是不是你想走的，确认你是不是还在自己的位置上。这样的走看起来慢，但它让你不再偏离。你不需要一直修正，也不需要走了很远才回头。你走的每一步都更准确，而当方向正确，距离自然缩短。你不需要赶，也不需要一直加速，你只需要在对的方向上持续前进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越想快点抵达，就越容易忽略那些正在告诉你方向的细节。而当你愿意慢下来，你不是放弃前进，而是让自己走在一条真正会带你到达的路上。那条路不一定最快，但它不会让你迷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